下面来学习装饰的制作，由小熊、固定带和樱桃组成。先来学习小熊的钩织，由身体、腿、胳膊、头、五官和肚皮组成。首先学习身体的钩织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线针法有短针加针、长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的两种线材，合并钩织。这里我用线颜色随机。由于线材特殊，不易拆卸，大家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再钩织。先环形起针。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5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。接着引拔结束。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引拔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短针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也引拔结束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第3到5圈都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6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3个短针，钩好后钩一个中长针，一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不引拔，这样第6圈就完成了。不断线，身体也就钩好了。
后面将身体反面的这一面作为熊的正面。下面来学习腿的钩织，接着身体的线头继续钩织，先钩3个不拉紧的引拔针过渡，钩好后来钩第一行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钩2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2个长针，这样腿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第2行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线头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，这样一条腿就讲完了。钩好后对照图纸，在身体对应针目重新接线，把另一条腿也钩好。钩好后也预留线头，断线藏线即可。到这里腿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胳膊的钩织，在身体重新接线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、剪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在第1条腿第1行最后一针左侧第7针接线，然后立一个锁针起立，接着钩2个短针，2个中长针，1个长针，最后钩一个长针剪针，胳膊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从相邻一针开始钩织，最后钩一个短针剪针，先依次钩2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依次穿过，这样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最后一行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在对应针目重新接线，把另一只胳膊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也断线藏线，这样胳膊就讲完了。接着用对应颜色的线，在胳膊和腿分别绣3条线段，作为手指和脚趾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在身体反面固定好线头，也就是织物的正面。这里我以任意一侧为例演示。然后粗针绣3条线段，
这里线段的长度可以根据喜好修制。修好后，在身体反面固定好线头。下面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其余位置的线段都绣好，这样身体就讲完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再钩一片，另一片不需要绣制脚趾和手指。两片都钩好后，将两个织片的正面相对缝合。有线段的这一面作为前面，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取出两个织片，将织片正面相对，然后剪一截，外围一圈，约3倍线穿入缝针。先在身体里藏好线头，然后沿着一圈针目挑靠近的半针卷针缝合。侧边位置就挑侧边卷针缝合。缝的时候也可以不用一针对应一针缝，缝好后织片平整就可以。下面把这一圈缝完。缝好后，将线头在身体里藏好。下面来学习头的钩织，头有正反两片，钩织方法相同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钩织，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先对照图纸，把起针到第2行都钩好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注意第2行钩好后不允拔。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先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翻面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
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钩好后，继续对照图纸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不用引拔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第4行，另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在左侧第3针开始钩织，把这一行钩完。最后一个引拔针钩好后，第4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5圈，先立3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在相邻中长针上开始钩织。一直钩完长针减针。钩好后，在长针减针第2个未完成针上钩2个短针，接着在第4行侧边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在第3行最后一个中长针上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在第3行最后一个短针上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接着在第1圈第1个短针和最后一个短针上分别钩一个中长针。这里的入针位置，大家如果找不准，可以大致位置入针即可。接着在第3行第1个短针上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继续在第2个中长针上钩一个中长针，第4行侧边钩一个短针，最后挑起立针钩2个短针，然后与长针引拔。这里的针法，大家如果找不准位置，可以大致位置入针就可以。最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将最后一圈正面这一面作为头的正面，
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织一片。头2片都钩好后，先在任意一片缝上胸针，在头大致中间上方一点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20厘米对应颜色的线，取出织片，将正面对着自己，先在反面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开始缝合。胸针的开口朝向可以根据喜好决定。缝好后，也在反面固定好线头即可。这样胸针就缝好了，头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由耳朵、腮红、嘴巴、鼻子和眼睛组成。先来钩织耳朵，2个头织片都需要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中长针1针放5针和长针1针放4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下面我先钩织正面头的耳朵，将头的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在对应短针上接线。接着在相邻一针钩一个中长针1针放5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5个中长针。这样一个中长针1针放5针就钩好了，然后在相邻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这样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在上一行接线旁边一针上接线，然后对照图纸钩织。钩好后也预留线头，断线藏线即可。这样一个耳朵就钩好了，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另一个耳朵也钩好即可。注意，也在头正面对应一针接线，然后钩织。这样头正面这片耳朵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头反面这片的耳朵，我以任意一侧为例演示。先在对应中长针上接线，然后在相邻一针钩一个长针加针，接着在相邻一针钩一个长针1针放4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4个长针。先来钩第1针，
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勾出，重复3次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再钩3个。这样一个长针，一针放4针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图纸把耳朵钩完。这样一个耳朵就钩好了，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重新接线，把另一个耳朵也钩好即可。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接着将头2片反面相对，然后用卷针缝的方法将它缝好。这里缝合时在下方差不多中间位置，将头和身体缝合好。这里缝合时，身体挑剩余的2根线，头挑针目缝合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这样头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嘴巴的制作。嘴巴采用表格形式展示。下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表格。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接着来钩织嘴巴，先环形起针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，钩好后收好线圈，接着引拔结束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小括号表示为1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钩第1组，立钩锁针起立，先钩1个短针，接着钩1个短针加针，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
勾好后也引拔结束。预留约15厘米线头断线。这样嘴巴就勾好了。下面来学习鼻子的绣制，在嘴巴正面绣制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剪一截约30厘米黑色线，穿入缝针，在嘴巴反面固定好线头，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接着先大致绣一个倒三角，然后再绣至线段，把这个三角填满。绣好后，向下绣一条竖向的线段。接着在两边分别绣一条线段。绣好后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，这样鼻子绣制就完成了。接着将嘴巴缝到头下方，大致中间位置，缝合时鼻子朝外，倒三角朝上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挑鼻子反面表面的线圈和头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头藏好。这样鼻子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学习腮红的钩织，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3针，然后再立一个锁针起立。接着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一个中长针，在第一个锁针上钩3个短针，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，剩余的2根线钩织。在第一个短针同一入针位置再钩2个短针，
勾好后引拔，预留约15厘米的线头断线。这样一个腮红就勾好了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。腮红勾好后，将它正面朝外缝到鼻子左右两边。缝合方法和鼻子相同，下面大家按照前面学习的方法将它缝好即可。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眼睛，眼睛在鼻子上方一点，左右分别粘上半珠作为眼睛。在平整的一面涂抹胶水，粘贴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即可。这样眼睛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肚皮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5针。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钩织，先依次钩3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，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结束。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肚皮剩下的部分钩完。钩好后预留约50厘米的线头用于缝合。肚皮钩好后，先剪一节约15厘米的黑色线，然后在其中一端第2到3圈正面绣一个交叉的线段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绣好即可。绣好后，用肚皮预留的线头将肚皮正面朝外，沿最后一圈缝到身体大致中间位置，竖向缝合，线段朝下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的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将对应的织片线头穿入缝针，摆放好位置。小样这里位置随机，沿着上方织片针目位置与下方织片订缝。可以稍微拉紧，尽量隐藏缝合痕迹。注意边缝边调整位置，防止缝歪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。
这样2个织片垫缝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这样肚皮就讲完了。最后将小熊固定到左前片下方一点的位置，将胸针扣好即可。这里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决定。下面来学习固定带的钩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钩织前预留约15厘米的线头。这里我小样针数较少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。然后从倒数第2针调锁针的里3钩织，也就是锁针背面这样的一根线。把这行钩完。钩好后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剩下的2行也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也预留约15厘米的线头端线，这样固定带就讲完了。最后将固定带缝到身体上，缝的时候在小熊身上斜挎，用预留的线头在两端缝合。这里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缝合牢固就可以。缝好后，在反面藏好线头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，这样固定带就讲完了。最后来学习樱桃的钩织，由叶子、果实和果蒂组成。大家先对照图纸，把叶子钩好，钩好后钩织果实，果实最后一圈钩完后，需要在里面塞入适量飞线头。最后用预留的线头收口。调每个针目靠近自己的半针穿过。稍微拉紧。最后将线头在果实里藏好。这样一个果实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图案的方法再钩一个果实，这样果实就讲完了。接着来钩织果蒂，果蒂钩织时需要连接果实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先取出一个果实，在结束位置挑大致2根线接线，然后钩6个锁针。这里的锁针数量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钩织。钩好后取出叶子，
挑中间的引拔针辫子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再钩对应数量的锁针，接着连接另一个果实，挑结束位置搭至2根线钩引拔针，最后预留线头断线长线即可。将线头都在果实里藏好，这样果蒂就钩好了。最后用叶子同色线在叶子反面搭至中间位置缝合胸针，最后将它固定到右前片上方一点。同样，这里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决定。这样胸针就讲完了，到这里装饰就全部讲完了，这件衣服也就制作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